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天津衛視大型情感節目《愛情保衛戰》。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並且添加關注。每天晚上8點到10點呢，我們都會開直播，我們的情感導師都會在線幫您答疑解惑，歡迎大家和我們連線。那接下來呢，我們一起掌聲歡迎今天來到節目求助的這一組嘉賓登場，歡迎他們。首先要療癒的是本期第一對情感嘉賓，趙先生28歲，來自四川，待業；何女士31歲，來自四川，自媒體。他們究竟遇到了怎樣的情感困惑呢？感情中最大的問題，他1分錢都不往家裡拿，這個家全靠我在養。他情緒太不穩定了，動不動就跟我發脾氣。他媽媽就是個搅屎棍，他不上進，他媽媽還要雪上加霜。我那麼愛他，始終把他放在第一位，但他總是把我推得遠遠的。希望對方做出的改變，找個工作，管好他媽媽，別總給我打嘴炮。我希望我們2個人能一條心，有什麼事情可以一起商量解決。大家好，我姓何，我來自重慶，今年31歲，目前從事的工作是自媒体行業。大家好，我姓趙，今年28歲，來自四川成都，目前暫時沒有工作。這姑娘是急性子哈，一上來我沒說話呢，先自報家門了。行，你先說。我今天來到這個節目最大的原因就是，我覺得她不僅不上進，然後家裡面也沒有任何的支持和幫助，還總是催生。我就覺得這個日子真的沒有辦法過下去了。她還催生，然後我聽短片裡面說她還不往家裡交錢。對，他都不工作。不工作呀？是的。也沒有不工作，只是陸陸續續在找工作，然後工作不是很穩定而已。怎麼個不穩定法呢？那是不穩定嗎？他根本就是光工作沒賺錢，就老是去當義工來的。去當義工啊？對，剛開始我們認識的時候，那個時候他是在他親戚的公司，我在那個公司上班，然後3個月過去了，我都離職了，他說他還在那裡學。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學什麼，半年了，一直在白幹。那個時候我真的沒辦法忍受了，我說不要再糾纏下去了。他這個時候才勉為其難的去提了離職。這份工作其實是沒有任何工作內容的，只是在那兒學習，是嗎？因為當時他那個是屬於一個財商教育的課程，然後每一節課都是好幾萬，我就是覺得光那個課的錢都已經抵多少工資了，我覺得。而且那你財富自由了嗎？你現在？他那個東西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呀，他不是說啊，你今天上完課，你明天你就能有多少錢。我覺得他就是被洗腦了，怎麼也不幹就想做白日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上这課還好幾萬呢，我沒交錢，我相當於賺了呀，是這意思嗎？對啊，因為確實也有很多人想去都沒有機會去的，撿大便宜了哈。那最後學到了什麼呀？學的也有一些東西吧，只是說可能沒有機會實操而已。人家是沒時間實操嗎？你那個壓根就是被洗腦了。後來沒多久他就找了一個工作，軟件開發的，就底薪5、6千，我感覺還可以。結果沒想到1個月之後他就不幹了。那個時候我換的那份工作，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11、2點鐘，壓力確實也很大。跟他在一起的時間還更少了，每天基本上就是睜眼就是上班，然後閉眼就是睡覺。那這個工作有什麼意義呢？那我們2個人在一起不要生活嗎？那你這樣不就把壓力全部都給到我身上了嗎？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他可以很忙，可以每天都不見着人，沒有必要陪你，但是也一定要賺錢，要上進，是這意思嗎？是的，但是他的工作也是有假期的，不是像他說的，就是一天忙的24個小時見不到人的那種。你對他的要求，首先是這個男人要上進，他至少得養活他自己吧？那你們倆現在已經結婚了吧？對。結婚多長時間了？不到半年。那你既然已經看到這個男生就是不上進了，你怎麼還選擇嫁給他了呢？當時我就是腦子有病，因為這個工作之後我們倆就大吵了一架。當時我就想提分手，他當時就連哄帶騙，就說我是很有能力的，我會找到更好的工作，會有工資的，我們的未來會怎麼好的。要結婚的時候，乾脆就是工作也不找了，就直接就是跟我講，我可以一邊跑順風車一邊籌備我們的婚禮。我說你跑順風車能賺到多少錢啊？他當時跟我講，我以前跑順風車的時候，1個月能掙7、8千。我現在，你說我跑的時間短一點，那我1個月也能掙個5、6千。結果呢，他1個星期能跑1單就不錯了。你1個星期跑多少？1單？
反正就是有各种各樣的理由，今天要去處理這個事情，明天要去處理那個事情。那個時候總得有人操心婚禮的事情嘛。所以他從你們開始戀愛，其實是每個月就是沒有什麼收入的，對吧？對。順風車呢，也就證明這以失敗告終了。好，結婚之後，他現在有繼續在找工作嗎？結了婚之後是有找了一個電競俱樂部的一個工作。說起這個工作我就來氣，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是就是怎麼會有這麼傻的人。那份工作他面試完回來就跟我講，我今天面試的工作老闆可好了，現在他們新上線了一個項目，只要你把它上線成功之後就給你底薪1萬，後面30萬隨便賺。結果倒好，3個月沒有拿1分錢回來，當時跟他立馬就大吵了一架。吵架之後我就回重慶了，我剛好前腳一走，他後腳就追過來了，他就告訴我他把工作辭了。當時因為那個項目已經快收尾了嘛，也比較忙，然後當時是晚上9點過的時候，然後我在公司加班，老闆就坐在我邊上陪着我加班的，然後他就一個電話過來，他覺得過不下去他就要走，我就想着我本來找工作的目的就是為了能讓我的感情更順利更穩定，這個時候你要走，然後我當時就想也沒想，我就目的是為了賺錢，我就把事情放下，我就追他去了嘛。然後等這個事情結束之後，那你說哪個老闆還敢再用這種？合着你還怪我了？所以你的不上進其實是因為我希望我能有更多的时間跟他在一起，對他好，是這意思嗎？對。行，那咱們就說結婚之後的事兒吧。短片裡面說到說不上進，然後後面跟婆婆有很大的矛盾，說婆婆是個搅屎棍兒，不太好聽這詞兒。那怎麼個攪法呢？就從我們結婚開始，當時的話呢，就是考慮到他之前是父親走的比較早，母親重組家庭，就家庭條件可能也不是特別好。當時他自己是有一輛代步車，他媽媽全部給他買的。說了這個婚房也很來氣，當時是有一套房，本來就是来跟他結婚用的，但是比較偏，就想着把它賣了。結果倒好，讓他媽媽去幫他賣這個房子，賣了10萬塊錢。但是房子賣了之後，錢就在他媽媽口袋裡了，就要不回来了。然後後面在聊結婚的時候，出了彩禮這個事情的時候，我就說我們家就要8萬8的彩禮。他去找他媽媽要這個錢的時候，他媽媽就不給，就說這個錢拿給繼父做生意投資了。那房子是誰的名字呀？房子是我的名字。賣完之後錢沒給你？對。最後人家要的這8萬8的彩禮拿出來了嗎？肯定是沒有啊！我父母的意思就是你別嫁了。當時我就跟我媽講，你不就是要彩禮嗎？我說我會解決的。但後來就是他拿着這個錢去我家的時候，然後我爸媽大概也知道這大概就是我自己的錢，但當時也没有要，就直接就留給我們2個人了。合着是你自己把自己的積蓄拿出來當彩禮，有意思給你爸爸媽媽糊弄一下是嗎？對。你確定你母親是有錢不給，還是真的是沒有錢？這個東西不能確定，只是說我判斷他。怎麼叫不能確定？他媽媽沒過多久就買了一個車，這叫沒有錢嗎？是真的嗎？來，這個事情我問男士。對，他後面其實我們籌備婚禮的時候，他也拿了錢出來的，拿了3萬塊錢，也就是從始至終媽媽就出了3萬塊錢。3萬塊錢最後還了呀，因為這是他媽媽借給我們的。我就覺得，哎，你也沒有辦法選擇你的母親。我們2個嘛，後面就好好的，就是找個工作賺點錢，自己把自己的生活過好就可以了。結果呢，他媽媽不僅就是不給錢，還找我們要錢。他說我養兒防老很正常啊，你們就應該贍養我呀。那最後這個錢不也沒有給嗎？這是給不給的問題嗎？關鍵是有一次他媽媽找他要錢，他媽媽一直都知道他沒有工作，就是生活開支一直都是我。他当时是怎麼說的？家裡面是我管錢，那關鍵是我管錢，我管的是我自己錢，我又沒有管你的錢。那合着就是我跟你結婚了之後，我還要養你，我還要養你媽了唄，是這個邏輯嗎？那2個人結婚了，那怎麼去分得清楚你的我的呢？我有錢不都給你了嗎？還有一件事情也很離譜，就是當時經濟壓力比較緊張的時候，他就說那我就去把那個車賣了，就立馬發了個朋友圈。他媽媽看到這個朋友圈之後，立馬先去質問他直接跟他媽媽來一句是我的主意。他媽媽直接打電話過來罵我一頓。他找你的時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而且我跟他剛吵完架，他只能去找你。而且之前我也跟你说，你妈媽知道你每個月不賺錢嗎？知道你們家所有的開銷都是媳婦兒在掏的嗎？沒有具體讓家裡知道，就是可能有些時候。所以你在瞞着你媽媽是吧？你媽媽以為你們2個人對家庭的付出是平等的，對嗎？
當時也只是覺得怕可能引起更多没必要的麻煩嘛，就是怕他不知道工作又可能說閒話嘛。那不就是所有的誤会都会放到女方的头上了吗？這不就相當於你把你媳婦兒推在你前面當擋箭牌嗎？我覺得問題就是在他身上呀，他如果不在中間這樣攪和的話，我和他媽媽的關係也不至於這麼緊張。我覺得婆婆現在跟你的關係就是屬於水火不容嗎？就是我們之前結完婚之後是在一起住過一段時間，但是就關於生孩子這個問題，我們結婚之前就是商量好了的，我是不打算生孩子的。他當時跟我保證的就是，我跟家裡面人也說好了，但是剛結婚沒多久就開始催生，然後有一次，可能他媽媽念的比較煩了，結果他直接來了一句，又不是我不生，是他不生啊，你找他去。婆婆最後來找你質問了，是嗎？當然他也没有那麼凶，但是他就說你們還是得要個孩子，怎麼樣。其實就是我也挺想了解一下婆婆对於他們的婚姻，或者說對於這個自己的兒媳婦到底是什麼態度。我們今天還專程採訪了一下婆婆，咱們一起來聽一聽。我覺得我養他小嘛，他養我老，這不是應該的嗎？這個贍養老人那不是雞蛋敬善嗎？他們不管我，那以後他們也不會有好報的。還不生孩子，不生孩子想讓我們家絕後嗎？那當年我們不也這個樣子過來的嗎？上有老下有小的，現在他們老的也不想管，小的也不想生，就自己一個人貪圖享樂嗎？搞不清楚他們到底咋個想的。看到沒有，你媽說我們不會有好報的。你管他怎麼說呢？我們把我們的日子過好不就完了嗎？而且我不是一直站在你這邊的嗎？這還怎麼還能有咒自己的孩子不會有好報呢？有種詛咒的感覺了。我現在挺理解你老婆的，就是如果要是這樣的生活在一起，挺難受的。你們現在搬出來住，這個自己2個人過小日子，是不是能稍微好一點？好得多，我就說只要他媽不要來這動不動就在找我們的事兒。現在他還在找工作的過程中，对吧？對。那麼還沒有工作的時候，他能不能男主內女主外這樣的形式？你覺得你能接受嗎？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他壓根就是內也煮不好，外也不行。就是我自己白天上班。上完之後回去還得收拾家務，他就根本就幫不上一點忙。所以你覺得這個男人是主內也沒有達到你的標準？對，今天是姑娘要來的是吧？對，你主要解決的訴求是什麼？是要離婚、換老公，還是？人家不一定有這訴求，你別往上加好嗎？你有這訴求，先放這兒啊！就是我給你幾個選項啊，是要換老公，還是說我要解決我們之間的矛盾？那要解決矛盾的話，你要解決哪幾樣矛盾？我的訴求就是，他如果能夠上進，能夠去好好上班賺錢，然後能夠解決他媽媽的問題。就是如果說這3樣全解決了，是不是家務的事你可以忍？家務我可以接受，对，你可以忍是吧？啊，好，明白了。如果这3個訴求都實現不了怎麼辦？實現不了就離婚呀。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聽聽我們各位老師對你們的婚姻有沒有什麼建議？聽了你們說了這麼多，我的感覺就是談不上愛錯人了，只不過是你們在這段關係當中都沒有找到一種能夠滿足自己需求的方法。我覺得你一直以來給我的感覺特別有生命力，特別拼，特別努力，絕不躺平。所以他身上的那個鬆弛和不上進，也許曾經在一度上會讓你覺得見到他你可以鬆一口氣，你覺得自己的人生可以不那麼拼。那個很有可能會是吸引你的某一個點，但是不是絕對。男生，我覺得你在你媽媽那兒從頭到尾你們的講述裡，你的繼父沒有出現過，沒有一個完整的家。你在你媽媽那裡得不到的東西，在這個女生這裡，她給了你一個家的模樣，她也給了你一份安全感，給你一個托底的一個地方，所以這個可能是她吸引你的那個點。另外，我覺得媽媽也是個可憐人，她有很多自己的苦衷在，可能她真的沒有辦法表達，她說話確實不討喜，但是也許她賣了房子，她留了這個錢，她從頭到尾在這樣一個再婚的家庭當中，她只是在為自己的餘生鋪一條路。不要在這個問題上再糾結了，糾結消耗的都是你們自己的未來。我們先說法律的問題哈。第一個問題就是剛才你說那個所謂的騙子公司是吧？幹3個月沒給工資那個，你這個是肯定有問題的，它是違反我們國家勞動法和勞動法相關法律規定的。第二個，我們說有一個涉及一個房子問題，剛才我聽到了哈，房子登記是你的名字，
你母親幫着你把房子賣了，這個行為叫做代理。那賣完這個錢就應該給你，這筆錢你母親無權處分。最後呢，我覺得趙先生現在的問題啊，最大的一個問題，你需要把你自己的位置擺好。你記住我一句話哈，叫做會做的丈夫兩頭瞞，不會做的兩頭傳。婆婆跟兒媳她本身的這個矛盾點就會存在，你需要在當中當潤滑劑。最後送給我们今天的女主人公，告訴你一句話，你的選擇是不要孩子，對吧？至少在這段婚姻裡，我想告訴你的是，不要孩子是對的。因為當你生出來他的那一刻，你會想到我這句話，叫做他本無辜，又何苦與你共同煎熬呢？謝謝侯律。那麼也要提醒一下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我們的侯律呢是專門去做婚姻家事的專業的律師，非常非常的厲害。那如果大家有需要請侯律幫忙的，通過微信去掃描屏幕上的那個二維碼，添加我們的愛寶小助理，就可以獲得侯元軒律師團隊的專業法律服務了。我先來說我的結論啊，站在女方的角度必須離，因為這是一段看不到前路的婚姻。如果我作為你的親人，我作為你的姐姐，我會告訴你，第一，他的原生家庭有問題。我說的很直白，也許對老人有一些不尊重，但媽媽就是吸血式長輩。我不知道從一個母親嘴裡是怎麼能夠說出你們不會有好報的，因為不管怎麼樣，你們當中包括從我身上來掉下的這塊肉。所以在媽媽那兒，她覺得一切都是理所當然，但凡有一點做不到，你們就是那個口中沒有好報的人。我覺得面對這樣一個婆婆，沒辦法生活下去。第二點，這個男人沒責任，他嘴上一直說我找工作，我找工作，外賣不可以送嗎？快遞不可以送嗎？滴滴不可以跑嗎？在我沒有穩定固定工作的時候，我為什麼不能用兼職給我的老婆，給我的女人一個安全感？我掙不了1個月1萬，但是我每個月能拿出2、3千解決我們2個人的飯費。好，就算我幹不了兼職，我能夠把我們小家打理得乾乾淨淨，我做可口熱乎的飯菜等你回家，禮拜6日能夠給你一些驚喜，我在情緒上給你提供所有的價值，我在你的後方幫你做所有的支持，也可以。但是他什麼都沒做到。所以一句話，當愛不落到穿衣吃飯上，要它有什麼用？咱們今年31歲是吧，何女士？你35的時候還想被催生嗎？肯定不想啊。但是不行啊，獨生子的媽媽想抱孫子，她繼續催你，這事兒在你婆婆那兒，這是不是天經地義的？很正常吧？所以她依然會催你。到35歲的時候，到你40歲的時候，身體慢慢開始覺得有點衰老了，這個時候希不希望生活喘口氣？希望。你能喘氣嗎？喘不了。喘不了是吧？你要再生一孩子，躲都躲不開的時候，怎麼辦呢？我跟你講啊，如果一個人你不喜歡，你又改變不了他，你就剩一個選擇了，擺脫他。你的丈夫28歲了，小趙今年28歲是吧？對。他現在這個狀態是過去28年自然形成的。你想改，你以為自己是誰啊？你的婆婆那個狀態是她過去幾十年自然形成的，你想改，改不了。那怎麼辦？只有擺脫。女士，你當時看上這小伙子什麼？長得帥，然後跟我聊得比較來，然後能夠提供情緒價值吧。這3點，現在他都能做到，但現在是你看不上他了。這裡有很多的壓力是來自於婆婆。如果是你們2個人在一起生活的話，我認為是有機會去調整。如果現在你跟他離婚了，我相信你找的下一個跟他也差不多，甚至於是截然相反的，那有工作但是不愛你。你現在認可這個男生很愛你嗎？認可嗎？我認可他很愛我。好的，男生，你去給你的親戚打義工，你就在學習。你信任了那個老闆給你的承諾，你去用自己的所長去想換一份更大的收穫，對嗎？那都是你的誠意。我覺得你周圍的人對你缺乏誠意，
我觉得他们对你不公平，甚至于是你的母親對你缺乏愛。所以我特別希望你能抓住這份愛。我希望你能夠迅速的成長起來，至少現在要加速度。你要知道，如果你沒有經濟能力，你現在沒有退路，我希望你為自己努力一把，去找一份踏踏實實的工作。我不認為你不上進，我只認為你太希望用一種別人給我的愛、給我的包容來去填補自己內心的缺失。加油，兄弟！裘月老師還是善良啊，就是一直站在男生的角度，希望你能夠站起來哈。但是你自己要怎麼走，這是你自己的事兒。那同樣的，你老婆想要選擇什麼樣的生活，也是她自己的事兒。所以你倆到底還能不能走下去？你們可以認真的想一想，好不好？好，感謝二位，我們請二位先回到門後。所以這一對剛剛結婚半年的夫妻，他們兩個人待會兒到底會不會出來，會不會給彼此一個新的希望呢？那麼在開門之前呢，要提醒一下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歡迎大家登錄微信去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的視頻號，並且添加關注。每天晚上8點到10點呢，我們都會開直播，我們的情感導師呢都會在線幫您答疑解惑，歡迎大家和我們連線。那同樣有情感困惑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可以通過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公眾號和我們取得聯繫，然後報名來參加我們的節目。記着，我們的節目不收取任何的報名費，小心被騙。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他們二人的選擇是什麼樣的啊？3、2、1，請開門。那你有什麼想跟他說的嗎？可能之前自己很多事情確實過於自以為是了，然後就是老是自己想一步登天，然後總覺得自己能給他更多的幸福，結果反而讓他壓力那麼大，然後什麼也沒有做到，就全都是空口白話，就覺得挺對不起他的吧。想要再繼續去努力追他嗎？想。去吧。我覺得這個男生很善良。是這樣啊，就是人就在失去的那個瞬間才知道自己沒做到什麼。剛才他站在這兒那個瞬間，他妻子沒出來，倆人沒領離婚證呢，倆人還是夫妻呢。就這個瞬間能明白，哦，我還有什麼沒做到，他感覺突然一下就醒悟了。就是好了。反正這就是這一組嘉賓的情況，不知道能不能追成功啊。總之，希望那一個瞬間真的能給他點什麼東西，哪怕電他那麼一下，也是值得的。好，我們有請今天下一組嘉賓登場，歡迎他們。本期第二對情感嘉賓，小陳，22歲，來自朝陽。人事專員，小程，22歲，來自鞍山，自由職業者。他們究竟遇到了怎樣的情感困惑？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他辦事不動腦子，窩裡橫還不分輕重。他就是大男子主義，自己沒有多好，還捨得管着我。感情中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我倆溝通永遠不在一個頻道上。我說城門樓子，他說胯骨軸子。沉迷遊戲，家裡什麼事都不管。希望對方如何改進？別總揪着那些雞毛蒜皮的事兒不放，多規劃一下兩個人的未來，承擔起家庭責任，別總跟我嚷嚷。沒成家呢吧，二位？沒有呢，戀愛呢是吧？對，談幾年了？但是現在是同居狀態，談1年多了。就是我倆剛開始認識的時候，是我當時去大連做一個兼職，然後在那裡加上他的微信好友，然後後來就在一起了嘛。然後我就在大連多住了1個月，然後後邊我就回沈陽了，他就在大連自己去找兼職嘛，找一個被騙一個。這人我沒見過這麼蠢的。蠢，你還找人當女朋友幹什麼呀？不是，可能就是因為蠢才成為你女朋友。也有道理。就是當時他在網上發了一個視頻去找工作，之後就有人在那個評論區找他了，
讓他去直播帶貨。當時是晚上12點多，他給我發消息，他現在找到工作了，還入職了。直接就在那塊已經工作上了，你半夜12點，你奇不奇怪呀？然後我就過去了嘛，我当时就心里很納悶兒，我就直接到大連了。那我到大連之後，他給我發那個定位嘛，我一看是在洗浴中心，他那塊洗浴中心還得说是我買票去，应该买门票。然后你想，那也是我女朋友，我不能不管她是吧？我就进去了，进去我一看，他和他说那個老板啊，在休閒區那個網吧前面一坐，吃水果呢，就搁那跟人嘮閒嗑。那工作到底是啥呀？直播賣貨，但是不要有客戶來源嘛。客戶來源就是他在那塊拿手機加好友拉群。没聽懂，姑娘你自己說說你這份工作吧。他拜托我賣個東西嘛，然後他是誰？是老板，老板拜托我。哪兒的老板？他就是賣一個水果讓我賣嘛。這個老板是做水果批發的，還是水果零售的？他就是在拼多多進貨的，然後去那兒賣，然後發我的微信號，在直播裡頭，他們加我了，然後拉進群，拉一個人是給我1塊錢，我如果賣出去了，一單給我多少提成，是這樣子的。哦，那為什麼選擇在洗浴中心去做直播？他有那個卡嘛。搁這待着比較舒服。就當時我到大連洗浴中心嘛，我就直接想帶他走了，但他拉200來個人，意思就必須這個錢給了他才走。那200塊錢要了沒有？沒給。那回到沈陽之後，這找工作怎麼樣啊？也不咋地。剛開始在樓下找了個網吧，就是連帶收銀員，連帶當前台。然後我查他手機，我突然就發現他手機裡多了一個微信，他用那個微信號就和人家那些客戶啊聊天，陪他們玩遊戲。他後邊跟我說是他老板忽悠他幹的陪玩，他就真去幹了。你咋忽悠我了？他是不是给我漲工資了吧？你猜他給他加多少工資？他幹這個事兒加多少啊？加300塊錢，給他自己賣了。不就是跟人说说話、打打遊戲嗎？但是那網吧他面試的是前台呀。不是給漲工資了就成陪漲300塊錢就漲300塊錢，他一個人打這2份工，漲300塊錢工資，幹着前台的活還幹着陪玩的活呀？那你到底是介意那個陪玩的工作內容，還是漲少了？我介意他陪玩這個工作內容。當時我跟他認識的時候，就是我倆也是因為微信聊天，然後一起打打遊戲什麼，就後來就好上了嘛。那你說他要是再因為這個事要和另一個人好上，那我咋整啊？那你就直接說，我怕你跑了，不就完了嗎？那他聊天的內容有沒有過界呀？沒有過界。最後幹了多長時間呀？我知道這個事兒，我就讓他去提離職了。幹了1個多月。他在網吧還有事兒呢。他當時剛進那網吧，同事告訴他，讓他把那個他的業績分他點兒，那樣他這個月的工資就多了，因為他們提成是有一個跳點，然後他就把那個提成分給那同事了。然後第1個月他當時沒離職嘛，第1個月那同事結工資的時候就把這個錢還給他了。但是第2個月他離職之後，那個同事就不管他了。後邊就因為這個事兒，他同事沒給他錢，找我哭來了。有毛病嗎？我說過，我現在不跟你說，跟誰說呀？他就在這自作聰明，你事先不告訴我，你事後來給我來事兒了。事後跟你說是求安慰，不是讓你去解決這個事兒啊。他總是這樣。你別喊我害怕，我這一下子我這心臟一跳就。你們倆平時你也這麼着跟他說話嗎？平時他就跟我窩裡橫，跟別人說話不這樣。那他現在有工作了嗎？現在沒有，他說要去幹美甲店，在網上找好了，報好班了，你掏了3000塊錢，在這快幹2天又不幹了。為什麼不幹？他惹我生氣，天天搁家抽煙，那煙灰盆哪都是，能不生氣嗎？當時在家就是天天幹工作，然後我還回来管他的事兒，我心多累呀。當時在家就是吵架，然後後邊我就尋思那這事兒不提了，咱就翻篇兒，然後我就托家裡人找關係去給他找的工作，讓他上酒店實習期過了，後邊再給他提到一個位置，啊，給他加工資唄。完事後邊又幹2天又不幹了，不還是你嗎？就連我洗個衣服他都不能幫一下我嗎？我平常幹什麼家務他都在那看着打遊戲。驴唇不對馬嘴，咱倆說的是一個事兒嗎？但是你惹我生氣不顺心了，我惹你生氣，你这工作就不要了。对，他說你每天打遊戲，你有工作嗎？我有，我幹的人事。那你啥時候打遊戲啊？我就下班之後玩啊。下班之後他覺得你不陪他做家務。首先我沒說我遊戲一直玩啊，第二我也沒說我不幫他幹。你幹過家務嗎？那誰讓你一直催我了呀？我要不催你能做嗎？你非得催我，你催我我就不做。你倆逗闷子是吧？有沒有想再往下繼續走一步？我想跟他結婚啊，我非常喜歡他。不是，他根本就家裡什麼事都不管，家務全是我做，憑啥呀？你能不能別老揪着你這些雞毛蒜皮的事兒不放了啊？
他家里這些小事就一直跟我犟嘛，一直跟我磨叽这些事兒。完事你一到外邊處理什麼人際關係這些，注意禮貌之類的，他就沒有這個分寸。就當時我帶他出去找我大姐和我姐夫，他們一塊兒去吃飯。然後當時是4個人吃完飯了，去逛禮品店，他看着我大姐背那個包，他就說了一句特別沒有禮貌的話，你自己說。我說大姐，你這包挺好看的，真的假的呀？他就一直在那后追着問。親大姐嗎？對。姑娘，你這話問的確實有可能讓人下不來台。你除了見過他的大姐，還見過其他的家人嗎？我帶他見過我爸媽。你爸媽對他還算滿意？對，因為我特別喜歡他。你有去見過他的爸媽嗎？他連提都沒跟他父母提過。當時我去他家，然後剛走到小區門口那邊，他爸回來了，看着我就吹胡瞪眼的，就問我是誰。所以是爸爸是不知道你交男朋友，他连带不知道，还就那個態度就是不同意，分明擺着就不讓他處對象那種架勢。我還有錄音呢，你看一下。對面誰呀？跟人吃飯呢？男的女的呀？你是不是處對象了？我告訴你，不允許處對象。外面那混小子沒有一個好東西，哪有好人呢？爸爸是覺得你22歲處對象有點早是嗎？我也不知道啊，他沒跟我說過呀，就說不讓我處對象啊。他爸和他媽離異了，他現在跟着他爸，就後面他和他母親打電話，完事我就讓他問他媽是不是因為怕他處對象了之後，家裡邊就剩他爸自己，怕孤單。他媽就說是。爸媽什麼時候分開的呀？等我8歲的時候。你一直跟着爸爸是嗎？對。媽媽在哪兒啊？媽媽在內蒙。爸爸和媽媽分開之後，他們的關係怎麼樣啊？偶爾說一句話吧。然後現在我爸也把我媽拉黑了。為什麼拉黑了呢？不告訴我。你母親再婚了嗎？再婚了。你父親沒有？他就想讓你單身。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問。那你打算怎麼辦呢？我到這個歲數，別人都處對象了，我為啥不能處對象啊？他就想把這個事兒擺着。你媽媽知道你們倆處對象嗎？不知道。那你為什麼連你媽也不說呢？我也不知道為啥，就是一直不敢告訴他。今兒你倆誰要來？我要來。你來了先，希望我們怎麼幫你呢？希望他能先把我們的事告訴他爸媽，不要總是別人說什麼他就信，然後還有不要跟我窩裡橫，就這3點。就這3點。是。姑娘，你有什麼訴求呢？我希望他能把家弄得整整齊齊的，也不要一休息一天都是打遊戲。好，其實我挺想說，我覺得男孩子你可能沒有辦法去填補女孩子心裡那個巨大的空洞。你今天看到他的那種單純，恰巧是因為他的涉世不深，他身邊的父親把他控制在自己能夠掌控的範圍之內，也正是因為他涉世不深，所以恰巧在你這兒被你截住了，成為了你的女朋友。所以如果從信任的這個本質上而言，他對你也沒設防，他自然也不會對別人設防。他在原生家庭當中缺欠的是什麼？是很認真的鼓勵，是認可，是支持，是讓他活得越來越能夠變得自信且有光芒，而不是越來越自卑。所以他是一個更渴望有一個溫和的、良性的、柔軟的一個家庭的落腳地的那個人，否則不會在這個年齡說跟你走就跟你走。一個女孩子，你不可能永遠靠着自己的那種年輕、靚麗、單純，靠着你的可愛闖一輩子的。隨着你年齡漸長，如果你還是這個樣子的話，他一定會走，因為你跟他們要的東西太多了，要到你自己都想象不到你到底要什麼。所以聽得進去別人的勸，保護好自己，這是我給你的人生規勸。這裡邊涉及到2個法律的問題哈，第一個就是這上班的問題哈，怎麼能保證你的權利？很簡單，簽勞動合同。以後記住了，不簽勞動合同的就都別跟他費勁了哈，那些10有8九都是騙子。第2個問題就是你父親的這個問題啊，從我們最早的這個叫民法通則，到民法總則、婚姻法，到現在的民法典，其中都有一個原則叫婚姻自由原則，不是要求你去如何對抗你父親去維權，是要你找到一個理性的角度去跟你父親建立這種溝通。其實對於你們感情問題啊，我想說挺好的，在我的感覺來講就是樂在其中。那問題在哪兒？我覺得你們第一個問題
跟女孩聊哈，需要知道有一个，你父亲的問題是隨着我們的長輩歲數一點點變大，他的孤獨感去越來越強，所以這個問題要解決，要趁早。我覺得第二個問題呢，我就想問問男方吧。你都說他總跟你發脾氣是吧？你覺得你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也在犯這種小孩脾氣？有沒有？沒有，很多時候沒有。他催你幹家務，就因為你催我就不幹，這不是嗎？兩個人本質上是一樣的，說明什麼？說明兩個人還是需要調整的。既然你們都想修成正果是吧？就要為彼此做一些改變，或者說調整一些相處的方式。希望你們有更好的明天。好，謝謝侯律。那也要提醒一下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我們的侯律呢是專門去做婚姻家事的專業的律師，非常非常的厲害。那如果大家有需要請侯律幫忙的，通過微信去掃描屏幕上的那個二維碼，添加我們的愛寶小助理，就可以獲得侯元軒律師團隊的專業法律服務了。男生的3點訴求，他絕對做不到。你愛的到底是這個女孩，還是愛的是幫這個女孩解決問題的自己呢？你應該好好想一想，在跟她戀愛的過程當中，你充當的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你應該是一個拯救者，或者說你應該是一個像父親一樣的角色，覺得能夠照顧她。你覺得這個女孩需要你，也就是說你在她的身上更多的是自我價值的實現，但是你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又在不斷地貶低她。所以你心裡到底認可他嗎？愛他嗎？對於女孩來說，你只是想有個家，你希望你幻想當中的那個家是女主人在幹活的時候，男主人可以輔助一下。你幻想的那個家是夫妻2個人能夠共同生活的煙火氣。因為在你的家裡面永遠沒有這樣的畫面。可是你真的愛他嗎？你喜歡一個每天貶低你的男人嗎？過早的住在一起就會一地雞毛。而我認為22歲的主線是個人成長。如果當你們2個人都沒有成長為更好的自己的時候，那戀愛這條副線可以先暫時放一放。就是你意識到你面前那個鏡頭後面可能有上千萬人，你意識到你當着這麼多人說你女朋友蠢了嗎？有點太生氣了吧？說錯了嗎？我覺得沒啥問題啊。分手，你的男朋友從基本素質上否定了你。姑娘，你有你的問題啊，但是一個在基本素質上對你鄙視的男朋友，你還要接着談嗎？我們可以做錯事。我們22歲的時候，17、18歲的時候，我們有可能做錯很多事兒。這些事兒可能在我們40、50歲的時候，自己一回想，哎呦，我當時真蠢哦。但是男朋友能當眾這麼說嗎？我問你，他去那個洗浴中心，當然了，咱們那個工作找的合不合適再說。你是自己覺得我要走，還是你男朋友進來鬧翻了，你非走不可？他要分手逼我呀。對呀，包括你去那網吧，我們有沒有自我成長空間？在那個網吧裡，如果那個老闆真的特別過分，我覺得不舒服了，我作為一個22歲的女公民，我能不能自己覺得不舒服走？當時他去逼你走的時候，最後你走沒走？走了。你拿過自己的主意嗎？主要還是聽他說他有道理，他跟我說唄。沒關係，我的意見我說完了，我已經判斷他應該跟你分手。我講完了，你們可以不分。我講完了。你父親說過你蠢嗎？沒有。你父親對你橫嗎？你父親對外人比較溫柔柔和，所以你的窩裡橫是跟你父親學的。第二，你沒有什麼安全感，所以你需要我凶你，你哄我，證明你愛我。對呀，因為你跟外人要去發脾氣，人會討厭你，人會遠離你。記我受傷害之後，我跟誰說呀？對，你有跟你父親說過你受傷害的事嗎？有嗎？你覺得自己不夠聰明，所以我沒有用蠢，我說不夠聰明你能接受，對吧？我們有時候在情緒之下，我們會直接說，甚至於我有時候對我孩子，他這題不會，你怎麼這麼？後來我也挺後悔，
都有这樣的表現。為什麼？因為還是對你是用情的。這小伙子對你，我覺得是挺上心的。但是小伙子，你的關心沒有用對方式，你的責任沒有落到實處。你跟他爸特別像，一言堂，以至於你分不清楚，有時候我到底是在意他，還是在意我自己的感受。所以你會毫無顧忌地說你蠢，而你不自知，這不是不尊重，他會受到傷害。而你也不知道說他對你窩裡橫，其實是一個自我的延伸。他缺乏安全感，他甚至自卑，他把你當成自己人，想從你那兒換取更多的關注和愛。你不懂他。你們可能20多歲有你們對於愛情的理解，但是不管怎麼樣，不管20、30、40、50，我覺得大家對於愛情都有一個共同的認知，它的基礎是建立在彼此尊重上。所以呢，感謝你們2個人今天來到現場。接下来請你們2個人先回到門後，好好想一想，到底是否要選擇繼續你們的戀愛。好的，那麼在揭曉答案之前呢，要提醒一下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並且添加關注，每天晚上8點到10點呢，我們都會開直播，我們的情感導師都會在線幫您答疑解惑，歡迎大家和我們連線。好了，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們2個人是否會選擇出來呢？3、2、1，請開門。情感問題無人傾訴，渴望專業的解答與指引，即刻打開微信，掃描屏幕2維碼，添加愛寶小助理的微信號。晚8點，微信視頻號官方直播間，資深情感導師暖心陪伴，還可以獲得專業律師的專屬服務，為您的情感保駕護航。讓我們祝您解鎖生活幸福祕技。關注天津衛視官方微博，參與互動，贏取驚喜好禮。他們2個人是否會選擇出來呢？3、2、1，請開門。我以為會雙出的，我也以為會出來的。我覺得這樣挺好的，但是剛才在這個台上的時候，好像沒有那麼強烈的感覺，說2個人都想得這麼清楚了。但是有一個表達可是很清楚，我女朋友蠢。這一點的強調也讓姑娘意識到了什麼。不管怎麼樣，剛剛22歲，如果能夠遇到更好的愛情，希望他們都能各自幸福。好，接下來讓我們一起進入婚戀新說法。父母給子女購房的出資，在子女離婚時怎麼算？如果是在婚前，你想一想哈，一方父母他出資是為了誰？是為了自己的子女，還是為了這小2口？肯定是為了自己子女。所以法律規定，婚前父母出資為子女購房的，算作對自己子女的贈與。婚後的情況完全不同了，因為你們2個人已經形成了小家庭。所以父母的出資就算作對夫妻2人的贈與，算作你們的夫妻共同財產，在離婚時可以一併分割。情感問題無人傾訴，渴望專業的解答與指引，即刻打開微信，掃描屏幕2維碼，添加愛寶小助理的微信號。晚8點，微信視頻號官方直播間，資深情感導師暖心陪伴，還可以獲得專業律師的專屬服務，為您的情感保駕護航。讓我們祝您解鎖生活幸福祕技。關注天津衛視官方微博，參與互動，贏取驚喜好禮。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並且添加關注。每天晚上8點到10點呢，我們都會開直播，我們的情感導師都會在線幫您答疑解惑，歡迎大家和我們連線。好了，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這一期的愛情保衛戰，我們下一期愛情保衛戰再見。